蓝忘机抚上他的眼角，无奈道：“不必太勉强自己，戏都是可以改的。”言下之意就是，你哭不出来，这场戏可以改成不用哭。还不是怪你演技太好，我一不留神就……总之，我没事的。那就好。他不愿多说，蓝忘机也不再追问，转而拿出湿纸巾给他擦眼角。不过蓝湛、魏无羡瞟了瞟眼前的人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：“这部戏拍完之后，如果能有机会的话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你有我的联系方式。”蓝忘机顿了顿，如此回答道，随后又担心不够直白，便又补充道：“你想的话，可以联系我。可是你应该会很忙吧？什么时候都可以吗？”“不忙。”眼角擦完，见他刘海有些凌乱，蓝忘机又替他理了理发丝，随时都可以。那除了见面吃饭，还可以一起出去玩吗？魏无羡被他一口一个答应的心花怒放，不过转念一想，热情又被现实的冷水泼灭了。还是算了，你这个身份去哪里玩都不太合适。只要我们分开过后，你不会不理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不会。两个人还在这边闲聊，导演的夺命连环催就响彻在了片场，化妆师才急忙过来为两人补妆。趁着这个空档，魏无羡又小声问道：“这次是远景，还需要掉眼泪吗？”他刚刚情之所至留在脸上的泪痕都被蓝忘机抹掉了。虽然不知真假，但那人数个尽显安抚的回答让他的心已经放下了大半，结果就是又绕回了之前的问题，担心起自己的哭戏来。如果放在几周前的魏无羡身上，可能苦恼的是吻戏怎么还要拍几遍。一旦迈过了这个坎，似乎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。所以再也不惧怕吻戏的魏无羡在拍第二条时，哭的情绪就找不清楚了。这条有一个近镜头，有一个远镜头，主角流不流眼泪倒是无所谓，就是亲还是得实打实地上。我们可才在一起不到1个月呢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何时能回来？他熟练地说完自己的所有台词，静静等候着眼前人的回答。我也不能确定，明明是记得剧本的，可此话一从对方的口里说出来，他竟控制不住地心头窜起了小火苗，仿佛自己已经完全和角色融为一体。看着眼前这个自己放不下的人，在短暂的1月恋情后就要抛下他离开。蓝忘机还没从他眼里突变的情绪中反应过来，脖子就被一只手臂死死搂住，向下带去，随即唇上传来一阵痛意，眼瞳霎时微微睁大，这是他完全预料不到的展开。没有了那句我等你，有的只是带着不知名情绪的啃咬。魏无羡此时又加了一只手过去，将略高自己几公分的男人揽紧，毫无章法地在他唇上乱咬。至始至终，蓝忘机都没有挣扎一分，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待到他终于闹够了，才把人放开。别以为我好欺负，我可没有义务等你一辈子。下唇还渗着一些血色的人轻笑了声，目光愈来愈柔和。我知你的心思，我知你舍不得我，我知你的所有痛苦，所以我会回来。等到拍摄结束，魏无羡才后知后觉自己做了什么。当他有些慌乱地朝被害者看过去时，就看到那片薄唇上隐约沾染的血色。他刚想道歉，眼前人就仿佛看穿了他似的，赶在他之前道：“无事。”这歉也就道不出口了。他顿时觉得自己没法再待下去，得先找个地方冷静一下了。他才走出没几步，导演就招呼他过去。无羡，刚才的临场发挥做得不错，在你拍的时候啊，我就在想，这个角色是不是就应该是你演绎的那样？导演，我没搞砸。毕竟遇上临时改台词这种事，不是每个导演都乐意碰上的。没有，等明天我们再讨论一下具体细节，看看后续还有没有需要修改的部分。今天太晚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导演又嘱咐了几句。无羡，没想到你回组后状态好了不少哇，不会是生病的时候还在琢磨工作吧？以后可不用这么拼了。导演拍着他的肩膀道：“谢谢导演，这是本职工作嘛，应该的。”魏无羡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，答道。导演看着不远处等着魏无羡的那人，突然好奇问道：“哎，对了，无羡，你生病期间，忘机有来看过你吗？我之前还专门跟他说过的。”“哦，当然有啊，这几天都是他在照顾我。”
不知道为什么，蓝忘机的名字一被提起，他的就有点紧张，说话都不自觉磕绊了一下。导演哈哈笑道：“怪不得，我就说嘛，怎么你们关系突然变得这么好了？有吗？”魏无羡心虚的笑了笑，正想开溜，就看见导演突然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微笑。他转头看去，刚好看见那个齐长的身影。哈哈，从刚刚拍完后，忘机就一直没走，应该是在等你。你们俩赶快一起回去吧，还能赶着吃个夜宵。好，导演辛苦了。交谈结束后，魏无羡又原路走回大桥上。蓝湛，抱歉，这次我是真的要道歉了，不仅是对你，还有对这部作品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道：“我不应该在拍戏时掺杂过多个人情感的。”个人情感？蓝忘机蹙眉，并不理解他是哪一层意思。我刚刚咬你的事，他最终还是没好意思把第一次拍哭的原因说出来。你上次也咬我了，还比这狠，所以咱俩扯平了。在回酒店的路上，魏无羡突然接到了温宁的电话。先不说凌晨打电话能有什么重要的事，反正接到电话第一时间，魏无羡就有了不祥的预感。他下意识往驾驶座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总觉得这通电话会和这个人有关系。喂，温宁，这么晚了还休闲哪？不是，魏哥，出事了。你听我说，哎不，我先问你个事，什么事咋咋呼呼的？你问吧。你和蓝影帝还有多少吻戏没拍呀？啊？什么？你这问的是什么鬼问题？很重要吗？突然拔高的音量引起了身旁人的注意。蓝忘机的目光向他脸上停了一秒，随后又回过头去。当然重要了。你先告诉我吧，魏哥。行，你让我想想。魏无羡默默将手机拿到右耳边，毕竟这个对话让他不免有些尴尬，希望蓝忘机是听不到的。可是，当他仔细回想了一遍剧本后，原本深藏于心底的落寞感便突然扩大了数倍，叫他再无法忽视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回道：应该只有一场了，就是和那啥戏一起的那场。虽然他在说那啥戏几个字的时候特意放低了音调，可毕竟只隔了1尺距离，还是被身边的人捕捉到了。电话那头的温宁如释重负般呼出一口气，道：那真是太好了。魏哥，要不你跟导演商量一下，或者我去说，反正得赶紧把最后那场拍了，以免后患。什么后患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以往温宁的话不多，但是一碰上什么事情，尤其是对他不利的事情，温宁就会语速加快，语气也十分激动。魏无羡的疑惑更甚，非要追问清楚才好。